它有旗舰级别的超级大满贯接口，也有迷你电脑当前顶级的散热系统，以达到非常高的性能释放。这台漂亮的小主机迎来了新的性价比旗舰 CPU。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 Ryzen 7 8745HS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玄派创世魔方。直接来看 8745HS 和 8845HS 的对比， CPU 睿频少了 0.2GHz， 核显频率少了 0.1GHz， 没有机内的 NPU， 其他完全一样。玄派创世魔方这台小主机硬件的附加功能那是相当齐全，顶盖上的玄字键是性能释放切换键，让用户在系统外就可以一键切换性能，不用麻烦再入 BIOS 了。后面板上的超级大满贯接口里，左边的第一个 USB4 能接入140瓦 PD 电源，第二个能接入100瓦 PD 电源，这几乎是目前 780M 核显旗舰里硬件功能最齐全的了。那么大家确实需要这么多接口和功能吗？玄派创世魔方装置 AMD Ryzen 7 8745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780M 核显 DDR5 内存 56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x4 的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后置 Uplink 接口。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显示器背架和散热交电说明书。这板砖小电源19伏 7.89 安，一共150瓦的功率。拿起小主机，顶盖上给了大家开盖提示，从这2块区域按压就可以打开顶盖，还提醒了螺丝刀的安全使用方法，不会造成滑丝，这按键手感比较舒服。它是小主机的性能释放选择键，深工汇的铝合金机身，机身接口、前面板、耳麦口、Type-C 接口，3个 USB 3.2A 口，带指纹识别的电源开关键。后面板19伏电源接口， USB 4 接口可以140瓦 PD 电源输入，也可以输出 DP 信号。 USB 4 接口可以接100瓦 PD 电源输入，同样可以输出 DP 显示信号。板载 Uplink 接口， USB 3.2A 口，双 2.5G 网络接口， DP 2.0 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两侧和底部还有后部都有通风口。磁吸顶盖，双手按压左侧上2个标识区域，很容易取下来。这是背部系统风扇和环形 RGB 灯，轻轻打开连接线的卡扣，取出连接线，取下边角的4颗螺丝，轻轻提起风扇盖板。右边这个是给内存和 SSD 散热的小风扇，揭开屏蔽罩，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5600兆赫兹，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 SSD， 旁边是空置的同样的 NVMe 接口，这是 WiFi 6E 无线网卡，按 F2 可以进入 BIOS， 首页显示 32G 内存5600兆赫兹。这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最大 16G。 这里可以设置性能释放，安静模式45瓦，均衡模式65瓦， Turbo 模式80瓦。进入 Windows， 打开玄机中枢，我们可以设置 RGB 灯效、亮度、呼吸、旋转和关闭灯效。性能设置对应刚才 BIOS 里的性能释放，封印模式就是安静模式，战斗模式就是均衡模式，狂暴模式就是 Turbo 模式。也可以按动小主机顶盖上的性能选择键来切换性能。最后我们选择了 Turbo 狂暴模式80瓦，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础测试。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经过1分30秒，从85瓦下滑到80瓦，然后一条直线运行在80瓦。此时整机功耗跑在109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4.4 吉赫兹。在单考的1小时20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80瓦。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92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4度。我们首先使用玄派创世魔方主机的 Ryzen 7 8745HS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9分50秒，共计590秒，这是不错的成绩，超过了去年我们测试的玄派创世魔方 7840HS。CPU-Z 多线程 7133.5， 单线程 637.4， 多线程成绩和玄派自家的老大哥 7840HS 差不多。Geekbench 5多核11902，单核1829，多核成绩位于所有的 780M 核显小主机的中游水平。Geekbench 6多核12726，单核2520，仍然是 780M 核显小主机的中游水平。Cinebench 223多核17409，单核1672，这回位居前列了，和自家老大哥差不多。Cinebench 2024多核994，单核103，还是位居前列，比自家老大哥 7840HS 高了一点点。Passmark 多线程32504，单线程3896，多线程比自家老大哥 7840HS 高。综合来看，目前这台玄派创世魔方 8745HS 可以算我们测试过的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中中偏上的水平。接着跑娱乐大师，总分1469251， CPU 得分928997。我们还给这台 8745HS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926250， XX20 36893， CoreMark 5044307，在 CoreMark 成绩上，他上了50万分，算不错的。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帧，复杂场景70帧左右。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80帧左右，非常 nice。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62帧每秒。实战一下。
这就是Radeon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 93.8 度，内存做显层最高61度 ，SSD 最高63度。看一下 3D 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2926，FileStreak 8145，SteelOmega Lite 20.52 FPS， 稳定度 98.8%。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 ，8745HS 各项成绩和 8845HS 相比差了一点点。毕竟核显频率少了 0.1 GHz， 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色变成，跑到了 14.38 token 每秒，是 780M 核显小主机的最好成绩。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144 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满足满血的 HDMI 2.1 标准。USB 4和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144 赫兹10 bit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 USB 4和 DP 接口能够支持 4K160 赫兹的10位 RGB 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 赫兹10位 YSBC-R 444的非压缩信号。Radeon 780M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原厂 NVMe 硬盘测试才3600兆 B 每秒，不高啊。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 B， 算不错的外置存储的读写能力。WiFi 测试 2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90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的最好水平。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玄派创世魔方 MetaCube 02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8745HS CPU， 8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 120.8 瓦，待机最高功耗 5.6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150瓦的板砖电源可以搞定。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待机温度 40.4 度 ，SSD 待机温度 38 度。这台小主机80瓦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0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2分贝。我们还设置均衡模式下65瓦性能释放 FPU 单烤 ，CPU 最高温度82度。CPU 频率 4.2 GHz， 设置静音模式下45瓦性能释放 FPU 单烤 ，CPU 最高温度71度 ，CPU 频率 3.7 GHz。玄派创世魔方迷你电脑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8745HS CPU， 80瓦的性能释放，多核性能在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中算中偏上的性能表现。这台小主机的接口仍然是最完美的旗舰大满贯的水平。双 NVMe 双 2.5G 4高刷显示接口，还有板载的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 Oclink 接口， 3C4A 的 USB 接口，有指纹识别，有性能切换按钮，双 USB 4都能 PD 一线通。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台非常优秀的性价比旗舰迷你电脑。缺点吗？几乎没有。原来想说价格，现在国补的情况下，带配置的产品应该不会贵。总结一下，80瓦的性能释放下，这是一台不错的 AMD Ryzen 7核显小主机，散热和静音稳定，有超级大满贯接口，有指纹识别和性能切换按钮，2个 USB 4都能接入 PD 电源，接口和硬件功能性已经达到迷你主机最顶级的水平。这是一台设计、做工、散热、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叠加国补，价格不贵。我们对这台玄派创世魔方 8745HS 小主机给出强烈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